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cy 木瑶。在之前的影片里，我们提到了吸引力法则不是一个魔法，或者说是纯玄学的东西，它其实是一套科学的操作系统。那么我们也拆解了想要100%显化成功，在100年来被无数验证有效的13步显化法。今天我们就要把剩下的8个步骤全部说完。老规矩，先点赞，以便你可以随时的找到这支影片，随时的查阅。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一集的5个操作步骤，可以查阅一下这一支影片哦。在我们开始接着讲接下来的内容之前，先给大家来复习一下前5个步骤，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这套方法来自于拿破仑希尔，根据他的著作《思考致富》这本书提到的，想要心想事成，首先第一件事情，你得找到你真正的强烈的欲望。有了这个欲望之后呢，你得有信念，相信自己可以成功。第3步就是你要通过自我肯定去坚定你的信念，然后呢，就是把专业知识变成你的力量。第5步就是要开启你的想象力，助力于你去打造理想的现实。接下来我们就来接着聊剩余的步骤。第6步，有组织的策划。一旦你已经通过可视化，运用想象力构想了成功的场景，下一步就是要制定实现这个目标的计划，并且采取具体的行动。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比较好的一个做法是结合你自己的知识与那些拥有与你不同专业知识的人的建议。拿破仑希尔建议加入一个智囊团，以利用其他人的经验、教育背景、能力和想象力来为你赋能。关于智囊团，我们在后面会具体的去说。那么我自己制定计划会有几个常用的方法，我给我的学员呢会去发一个年度的计划手册、成长手册，可以去每天的去写，每天的去 track。当然，如果你觉得每天列计划很麻烦的话，你也可以选择稍微大一点的时间范围内的，比如说周计划、月计划、3年计划、5年计划等等。在列计划的时候，我本人最喜欢使用的一个工具是 NLP 的一个思维逻辑模型金字塔。NLP 就是 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 神经语言程序学，我觉得这个是和吸引力法则真的是可以完美匹配的一个知识和技术。NLP 里面把人的思维和觉知分为6个层次，自下而上分别是环境，主要包括了 where and when 何时何地以及外部资源，然后是行为，也就是 what 你可以做些什么，你可以采取什么行动，再往上是能力 how你需要怎样去做，你需要哪一些能力和技巧，接着是信念和价值观 why 为什么，再往上一层是自我意识 who 我是谁，我的身份角色是什么，最上面一层就是使命 for whom for what 我与世界的关系。这个层次模型可以帮助我们拆解困难处在哪个层次，从而向对应的层次或者是更高一级的层次去寻求更好的答案和解决办法。如果你对于 NLP 的很多小知识和催眠小技巧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会根据大家的需求来再去出详细的运用介绍视频。第7步，决心，迅速做出自己的决定。你必须培养出迅速做出明智决定的能力。拿破仑希尔说过，他采访过的所有人都擅长迅速地做出决定，而且不轻易地改变这些决定。他也说过，拖延是一个共同的敌人，每一个人都必须去克服。可以迅速做出决定的人，明确知道他们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养成自己做出决定时的习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可以向你的智囊团咨询，但是不要问任何人该做什么，因为决定必须始终是你自己一个人的。做出决定这件事情也与大家最关心的赚钱紧密相关，因为很多时候金钱喜欢速度，你必须善于分析你想要去创业或者是做副业的市场。当合适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你必须迅速的做出决定，因为机会不会永远的存在。当然，只有在那之前做好准备工作，并且获得足够的知识储备的时候，你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这里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哈。我有认识一个姐姐，是一个在德国数一数二的古董大咖，身家超过9位数。她的故事感动了我的无数学员。她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做决策特别的果断，而且目标明确。
几十年前，他说想要去布局欧洲这里的蜜蜡生意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看好，觉得这个东西亚洲的客户不一定会喜欢。但是他通过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判断，蜜蜡一定会在亚洲掀起一波热潮，所以他当时把他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去换了一批上等的蜜蜡。结果果不其然，他作为蜜蜡生意的先驱，赚了第一桶金。之后随着欧洲这边的古董珠宝数量越来越稀有，他也是非常果断，3天就成立了一家公司，并且成立了自己的珠宝品牌，做设计师款的现代珠宝。他的成功与他的果决是分不开关系的。第8步，毅力。有一件事情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你一定会接受考验。就像拿破仑希尔所写的，The hidden guide lets no one enjoy great achievement without passing the persistence test. 那位隐秘的指引者，让没有经历过毅力考验的人享受不到伟大的成就。拿破仑希尔也说过，世界为那些在挫折后站起来并且继续努力的人加油助威，那些在失败后重新振作起来并且继续向前的人都会获得成功，而世界会因此欢呼，好极了，我就知道你能行。Those who pick themselves up after defeat and keep on trying arrive and the world cries, Bravo, I knew you could do it. 我非常喜欢这个想法，无论遇到了什么，你都必须继续向前，因为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一定会有至少一个人在为你加油助威。如果你说，我想不到在我的世界里会有谁为我的成功喝彩，那么我想告诉你，至少来到 Stacy 木瑶这个频道的各位小伙伴，我都在期待着和盼望着你的成功哦。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至少你还有我这个啦啦队，不妨为自己点一个小小的赞吧。谈到毅力就不得不提到意志力。你可能会做一件事情3天打鱼2天晒网，你也会质疑自己是不是一个没有意志力的人。那么我想告诉你的是，一切依靠意志力做的事情，最后一定会失败。为什么因为意志力的波动是非常大的，它不是一条平稳的直线。那么你可能会问，既然意志力靠不住，我们又要怎么办呢？答案就是养成习惯，哪怕是一个微小的习惯，哪怕每天只进步1%，坚持365天之后，你收获到的是37.8倍的成长。关于习惯的养成有一本书我特别的推荐，也就是 Atomic Habits 原子习惯，这个也是我要求我的学员们必须要读的一本书。如果你还没有读过，一定要拿来看一看哦。第9步，智囊团。拿破仑希尔发现，成功的人会与分享他们愿景的智慧的朋友和同事为伍。他说，组建一个智囊团可以接触到无限的智慧，这种智慧体现在2个或者是更多人之间为了达成明确的目标而展开的和谐合作之中。他还提到，所有赚取巨额财富的人在某一种程度上都利用了他所谓的脑力信托原则。当一群个体大脑围绕一个目标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智囊团的成员会带来更多的能量，他们互相的挑战，互相的激励，共同设定个人和集体的目标，他们互相负责，最终共同向前。参与智囊团需要承诺、保密性、接受他人意见的开放心态，以及诚实和尊重。我个人是智囊团这个 idea 的坚定支持者。从我一开始学习疗愈和领导力的时候，我就一直浸泡在500强高管的一个学习圈里。后来我自己创业做成的每一个项目背后都有我智囊团小伙伴的智慧。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为我的学员打造一个能量社群，因为一个人行走你很容易觉得太累，但是一群人在一起就不一样了。第10步，性转化。性能量难以控制，它隐含了3种潜在的建设性力量：人类的繁衍、保持健康，以及通过转化性欲能量，普通人也可以变成天才。爱、浪漫和性都是能够驱使人们达到成就巅峰的情绪。性欲是人类最强烈的一种欲望，被这种欲望驱使的时候，人们会产生强大的想象力、勇气、意志力和毅力，以及其他时候所没有的创造力。拿破仑希尔写道，当爱、浪漫和性这3个元素融合的时候，有限心智与他所谓的无限智慧之间的障碍就会被彻底的消除了。
他也说找到一个与你分享热情的合适的伴侣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你说我就是没有伴侣呢？好消息是，这股来自于最原始、最强大的力量永远都不会消失，因为它是属于精神层面的。你可以随时的回忆起、召唤起美好的爱情力量，并且将之转化。通过这个操作，你将会被提升到更高的能量水平，这会让你接触到无限的智慧。关于这个，大家可能听了会觉得有一点难以理解，那么我就来讲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这个概念。我是一个多语言者，我会英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还有中文，当然精通的没有全部只有英语、德语、日语和中文这几个。但是其实我小时候开始学英语的时候，兴趣班的老师给我下的判断是没有语言天赋，因为我那个时候9岁，别的孩子都已经开始背英语课文了，我还是不能够理解 ABC 这些字母到底是什么，因为它和中文毕竟是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那后来我又是怎么爆发成为一个在别人看来挺语言天才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这个其实就是运用了性转化的力量。因为那段时间正好在流行 Titanic， 然后我就认识了一个帅哥，叫做莱昂纳多。一个青春期的小姑娘看到这样的帅哥自然是很难抵抗的，所以我当时就整天在花痴。我说有一天我一定要去好莱坞，我要去和莱昂纳多表白。但是他说英语我不会，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学呀。于是我就有了超强的动力，也钻研出了一套学习外语的超强的方法。这套方法后来被我运用，让我快速的掌握了其他各种各样的语言。但这个方法的根源其实就是源于 sex 和 love。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如果你很想了解如何利用吸引力法则快速的学会各种外语、各种技能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会再出一个视频来专门的去说一说、聊一聊。第11步，潜意识。你的想法吸引了你生活中所经历的现实。好消息是，潜意识很容易受到带有情绪的想法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每一个时刻选择思考的想法如此的重要。积极的想法和积极的情绪相结合，可以改变你的生活，并且创造实现你想要的新机会。当然，在你的世界里，积极和消极的情绪不太可能同时存在，关键就在于如何用积极的情绪在合适的时候去聪明的替代那些消极的情绪。那么积极的情绪包括了强烈的愿望、信念、爱、性、兴奋、浪漫和希望。常见的消极情绪则包括了恐惧、嫉妒、仇恨、贪婪和愤怒等等。那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在你写下了你自己的目标，并且在你大声朗读的时候，你没有信念，会发生什么？答案就是你要小心咯，因为有可能你的担忧、你的恐惧会激活你潜意识中负面的一面。而关于激活潜意识最有效的2个方法就是可视化练习和自我肯定语。那我后面呢也会为大家来挑选一些比较有能量的自我肯定语，给大家做出视频来分享。第12步，大脑。拿破仑希尔说，潜意识思想是头脑的发送站，通过它，思想的脑电波被传送出去。创造性想象力是接收器，通过它可以接收思想的震动。那么如何去解锁大脑的潜能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工具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以及在我的其他的视频中也反复提到过的 NLP 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 神经语言程序学。NLP 主要是研究我们的思想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大脑如何处理这些信号，并且指导我们的行为。通过研究大脑如何去处理信息， NLP 可以帮助我们将思想、感觉和情绪视为可以控制的事情，而不是让它们被动的发生。 NLP 的核心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我们的注意力来改变我们的思维、感觉和行为方式，因为注意力在哪里，能量就会流向哪里。掌握 NLP 技巧的人可以觉察到想法是如何在头脑中形成的，并且可以通过自我对话的方式进入想法，去改变潜意识的自动反应。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 NLP 是一个可以和吸引力法则搭配的天衣无缝的技术。关于这个技术，大家不用担心我后面也会找机会跟大家来做一些详细的分享，给大家一些可以实际运用起来的一些小小的技术。
最后一步，第六感，或者说是直觉。这一条只有在你掌握了其他12个原则之后才会出现。讲到这里啊，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在做高管教练的时候啊，我发现现在很多高管都开始风靡去进行一些灵性的提升。其实他们的主要目的啊，就是为了去提升直觉。他们也跟我讲过各种各样的小故事，基本上主题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很多公司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的时刻，有时候一些决策并不是靠理智的分析来得出的，而是靠直觉来做出最好的选择，让公司可以起死回生。关于这一点，拿破仑希尔也写道，借助第六感的帮助，你将及时收到关于即将到来的危险的警告，以便你可以避开它们，并在时机成熟时得到可以利用的机会。关于提升第六感的小练习，拿破仑希尔自己提到过一个叫做隐形顾问的方法，我自己也经常会用这个方式，我觉得特别的好用。这个方法的具体操作呢，就是组织一个幻想的顾问团队，他们里面的成员可以是历史上或者是现实中的英雄，也可以是各种的名人，也可以是各种家庭成员，或者是你的朋友。然后我们要做的是想象这些人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讨论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带入这些人的角色，去模仿这些人，去思考如果是他们会怎样来看待这件事情，会怎么样去处理，又会怎么样去行动。听起来很像一场大型的 cosplay，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你会特别容易得到强烈的第六感的启发，所以不如试试看吧。OK， 这就是拿破仑希尔的13个致富原则，也是吸引力法则迄今为止最详细、最被验证的一套详细的操作系统。给自己鼓个掌，点个赞，感恩自己学完了这么多的知识和内容。最后啊，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是拿破仑希尔的名言，也是这本书里面出现的。我有一个学生啊，他把这句话贴在了他家的每一个角落，说每一次看到这句话呢，他都觉得能量爆棚。那这句话也是我超级喜欢的，那就是 Whatever your mind can conceive and believe, it can achieve。 祝你梦想成真。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也欢迎点赞以及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让他们也可以和你一起成长。如果你对于灵性和科学的新思维，尤其是吸引力法则感兴趣的话，也欢迎订阅我以及打开小铃铛。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大家一定要用起来哦。我们下期再见啦。